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云端法会，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8集啊。时间过得很快，《大灾问》一集一集讲下来啊，已经讲到第8集了啦。哦，大灾问其实也是一种大灾教育，因为提问的是事情，而回答的是道理。没有事情就没有道理，也就是正言上人说的，没有事就没有理。事就是指人间事，也就是俗事。理呢，就是天下理，也就是真理。所以没有俗事就没有真理。所以要说道理，就要先说事情。问题也是事情。大灾问就是借问题去显真理啊。所以呢，我们大灾问里的问与答，其实就是把佛法与生活呢彻底结合，让事跟理能够结合而相应，也相通，这样就是了义。如果事归事，理归理，或者是问题归问题，那这个道理归道理，互不相通，互不相应，互相不能够印证，这样就是不了义。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样讲不容易听得懂啊，把它讲得更简单一点，大家一听就懂，从方便去入真实了就是呢，道理听得懂，也用得出来，就是了义。听不懂或者听得懂但是做不到，就是不了义。这样讲大家就懂了嘛，对，很清楚。好，现在我们开始来依了义看问题怎么跟道理呢互相来印证。今天晚上我们有10个提问。第一题，有人问在一个团体里面呢，难免有意见分歧，见解不同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种现象是理所当然的、很自然的呢？而置之不理呢？在这种状况下，又如何不令自己起烦恼心跟退转心呢？其实这个是很多人都碰到的问题了不管是不是修行团体或普通团体都是一样的人群中就是这些问题嘛同样是同师同志同道，在同一个法门一起修行的佛弟子也都会有什么事众同闻、法味同解的现象何况是一般人法师对众开示也会一因说法，法随众生各得其解什么意思师父开示一句话，听法的弟子也会各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佛陀讲了，只要是依义不依语就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同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角度跟看法不同，才会有不同的解读跟想法甚至根基立顿之不同而有体悟之深浅，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在人群中做人间事，需要先有共知跟共识，观念一致才有可能去共行才行动才会一致有了共识跟默契，就容易异中求同，求同存异有了共修入法，就容易去除我见，放下成见。要在会议中寻求共知跟共识，就需要会议中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依法不依人要有这种观念，以法为师，这是最大的公约数了。你了解的佛法跟我了解的佛法
应该都是一样的，阐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道理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以法为师，这是最大公约数了。在各种的社会团体中呢，以前有讲过这个了哈，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这个是拟定决策的基本团队精神跟潜规则。这个是一般的社会团体，但是在修行团体中呢，一定有它的精神依归跟宗旨每一个法门它不同的宗旨，它的目标，它的教育不一样的，它的理念，它的法脉不一样的。这是道场呢都有自己的什么思想体系所然，所以佛法才会说什么依法不依人嘛，依他的法不是依他的人这个教师很重要，教法更重要。因为教师有一天会不在，但是教法永远都在如果多数的一方偏离正确知见的时候假如多数的一方偏离正确知见的时候，不能以多数人的同意，并自认为是多数共识呢而做成决定还要看这样子的决策思维有没有背离法的精神这个是指在修行团体里面的。团体里面会有意见分歧或理所当然的，但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整合不同意见的机制。公司也是一样修行机构也是一样，实战机构也是一样，只要是人在一起的地方，刚开始大家都有意见理念不一样的地方嘛，但是你要有一个什么，就好像政治团体讲什么协商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嘛，协商大家意见不同了，我们来协商也就是说要有整合不同意见的这个机制，整合到最后大家都异中求同了，是这个意思嘛。那个大家充分提出意见，而意见也可以充分讨论，最后集思广益做成结论这样充满尊重跟感恩，这个会议就是法会了才不会在那边意见冲突干什么但是无论会议中意见有没有被采纳，大家都要学习放下知见这样才是什么真正在学佛了而不是来做事情而已，而是在学习做人，如何让自己的心智提升，也才是将凡夫事变成天下理的什么理事圆融道理跟事情都很圆融。那不会你说法很有理，但是事情不圆融，不会，也不会你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得罪人了，不会，理事双融团体里面会有意见不合而起烦恼心或退转心的，是因为什么？你坚持己见，这也是一种勉强别人的接受我们的意见，这个也是有所求。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也是有所求了，勉强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那也是对别人强求了那觉得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好，那更是没理由对所以我们刚刚讲，你要求别人接受你的意见，这是有所求，你就会有求不得之苦佛法里面讲解脱之见，就是要我们当意见不被接受的时候呢，能够懂得立即放下知见，这样也是一种解脱。所以你如果不能放下知见，坚持己见，自己很辛苦，解脱不了，在痛苦的深渊里面道理是这样子的好，第二题，自己的心如果还未净化，能去净化别人的心吗？这个都是真正有在做志工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出来的那经一事就长一智嘛自己的心还没有净化的时候，可以净化别人的心吗？不能说不能否则目前在做净化人心工作的这些有心人，谁敢说自己是完全净化呢？佛陀的10大弟子也不敢讲自己完全净化，因为还没有成佛嘛，还有习气嘛，谁敢讲自己完全净化？不敢，因为大家都还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理论上来讲自己的心如果还未净化，
却想去净化别人的心呢，哈，就好像什么，抹布本身不是很干净，要如何将桌子去擦干净呢？啊，道理是一样的了啊，不是不能，可以，你只能去擦比你这个抹布更脏的桌子啊，这样子可以。对，我虽然脏，你比我更脏，所以我可以擦你的，我这抹布可以擦你这个桌子啊，对，啊，有些人呢，虽然做了很多的善事啊，但却一边行善一边计较，有一个好胜或计较的心，要人家赞叹他、尊崇他、赏识他，啊，这样就是什么？还没有自尽其意呀。你行善是很好，没有错，可是你没有净化你自己的心呢，没有自尽其意。虽然也就是什么，心念还没有净化，你虽然有心去行善去帮助别人，可是你这个心念还有未净化之处，因为你还会执着在人家赞叹你啦，或者你好胜的心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还没有净化的部分。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呢，即使做了很多的布施，还是会落入阿修罗的果报。果报有没有？有，因为你一直行善布施嘛。但是转不了自己的念力跟业力的，为什么？就是智慧修福没有修会，这叫做修福不修慧了。有些人呢，虽然懂得千经万论佛理也懂得很多，也有世智辩聪，但没有入人群去去广行布施，去广结善缘，所以跟众生的福缘结得不够。福缘不具足的人呢，说出来的话人家听不进去，跟你无缘嘛。你讲话不想听，好话都变成是非了，变成这样子了。你说的话人家听不进去。虽然你有满腹的学问、满腹的经纶呐，却没有那个福德呢去教化众生。这个就是你有修慧啊，你修慧但是没有修福。刚刚是修福不修慧，现在这是修慧不修福。你看这句话，我觉得也非常好。尤其修后面下面这一段，修慧不修福这一段，懂很多学问，千经万论都懂，佛法佛理都懂，但是没有跟众生结好缘。你讲的话人家不听，这就是修福不修，修慧不修福了哈。所以净化人心是由内向外，叫做推己及人，要先做到自觉，我觉悟了，然后影响你觉他，叫做回自向他。但是呢，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我们可以将自己已经净化的部分去跟人家分享，进而影响别人。然后呢，将自己还没有净化的部分与众共修，互相警惕与提醒，力求改善，甚至呢绕亏求进步啊，漏气当进步啊，求进步也可以这样子做我自己有心净化了，我观念改变了，这是我成长的部分，我来跟你分享。因为你这部分你还没有成长，我跟你分享，这可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人人取人之长啊，补己之短啊。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这样也是在互相教育、互相净化、互相为贵人希望这样子讲，大家能够理解的好，第三题，我心里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一天只有24小时，很想活出精彩的人生，但又想要过平淡的生活，我要怎么办？精彩的人生跟平淡的生活并不互相抵触啦，两者可以同时进行的。重点在于如何定义精彩跟平淡的意义你如何去定义什么叫精彩，什么叫平淡？精彩不代表是纸醉金迷夜夜笙歌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或名闻利养、有权有势、呼风唤雨这个好像生活过得很精彩，不是这样子。有许多人是过着平淡简朴的日子，但是他们进入了修炼领域，心灵修炼领域之后呢，心灵有蜕变，
前后不一样了，改变很多，就是精彩的人生了。每个人对精彩的内容及本质，他的认知跟定义不尽相同，这个牵涉到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了，对不对？你认为你的活得很精彩，我认为那个是浪费人生啊。你认为你的精彩是享受人生，可是我认为真正的精彩不是享受人生啊，是感受人生的，提升智慧嘛。所以每个人这个认定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啊，牵涉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好，你对精彩跟平淡的价值观在哪里啊？好，心里想要做或喜欢做的事，还要看是做什么事啊。你活得很精彩，因为你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你喜欢做的事情，那还要看你这些事情是做什么事啊？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啊，这就是任性嘛。那只要还可以，没什么不喜欢，这就是知足啊。两个刚好相反啊。一天有24小时，你把它扣除到睡觉、吃饭、工作以外，其实真正可以利用的时间也没有多少的啦。如果再剩下这个没有多少的时间再浪费掉的话，你日子要过得不无奈，已经是不简单的了，更不要说要活得精彩了。对，时间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来不及跟挡不住。所以把握时间不容易，蹉跎时间很容易。蹉跎人生的一小站，有时会影响人生的全程。上人鼓励慈济志工每天早上要熏法香，其实就是在妙用时间。你说一天24小时不好用，可是你不能增加它的长度，你可以增加它的宽度跟深度啊。每天熏法香，早起就是在妙用时间，把一天当1天半来使用。你如果5点开始起来，或4点半、5点开始起来熏法香，到中午12点你已经过了1天的嘞，人家过半天，你过1天的嘞。对，那晚上如果你晚2个钟头睡觉，时间也是用在看电视啦、聊天、应酬、看八卦新闻上面。对，严格说来，这个时间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是早上早2个钟头起床，一日之计在于晨静心思虑，沉淀自己对自己的身心灵皆有益处。这个时间受益者都是你自己，所以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我自己也是很珍惜清晨的时间的我出版的8本书都是在清晨时刻写的。写书的时候要更早起来，那3点多就起床写到8、9点都有过4、5个钟头一下就过了。这种聚精会神的时间不是度日如年，度年如日很快。白天要处理事情的，没有办法写书了。所以要活出精彩亮丽的人生，需要将时间充分及有意义的使用，如此才能够让时间成就我们的道业。这才是说活得有目标、有方向、有重点，这才是精彩人生也就是近思语所说的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想要过平平淡淡、悠悠哉哉的生活，就不能让日子过得什么懵懵懂懂、庸庸碌碌这个要区隔清楚。一边很在意外在的名利欲望或物质享受，一边却又想提升内在富足的精神生活，这是缘木求鱼，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大部分的人却不断的在尝试。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众生无明嘛，包括我们自己所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想多做一点，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然而，真正精彩的人生是少做一点，少赚一点，名利物欲放低一点，起心动念单纯一点，比较计较减少一点，攀比攀援放下一点，分别对立降低一点，我执我见去除一点，脾气习气改好一点。做得到就是过着平淡的生活，活出精彩的人生
好，第4题，请问若遇上烦恼或痛苦的时候，该如何平衡自己呢？要如何调试自己呢？这种问题也可以说是常常有人问了哈，但是解答常常会因时因地因缘之不同呢，而有不同的阐述内容啊。好，遇上烦恼跟痛苦的时候，要如何平衡自己，如何调试自己？这个大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哈。不管怎么解释依义不依语啊。解释的那个语言都不一样，文字也不一样，它的意义都一样，所以不同的解释都可以让我们学习。有一次，佛陀问弟子们呢，还没有听过佛法的人会遭遇到快乐跟痛苦的感受，听过佛法的人也同样会遇到这些感受。这样说来，听过佛法跟还没有听过的人，他们有什么差呢？他们差在哪里呢？问弟子们，弟子们答不出来。佛陀就告诉弟子们说，未曾受佛法教化的人一旦遇到烦恼跟痛苦的感受，就好像中了第一支箭，中箭以后呢，他心里就执着这支箭，越来越迷惑。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些烦恼跟痛苦，而我却有呢？为什么别人没有中这支箭，我中这支箭呢？越想就越恐怖，一直执着在这支箭上面我却有，越想越恐怖这样就像中了第一支箭之后呢，继续又中了第2支箭，就会感觉越来越痛苦，因为你的心念一直投注在这根箭上面了嘛。这是没有学过佛法教化的人。但是受过佛法教化的人呢，如果遇到烦恼跟痛苦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很冷静的观察这一个忧悲苦恼的缘起，这支箭的缘起，为什么这支箭没有射到别人，射到我呢？为什么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缘起是什么？有受过佛法教化的人，有这个烦恼跟痛苦的果，一定也有它的因，所以我就要用智慧去把它消除。所以他中了第1支箭之后呢，不会再中第2支箭了，他甚至可以拔掉第1支箭了这个是有佛法教化跟没有佛法教化，有智慧跟没有智慧的差别，在这个地方。其实烦恼在示现之前呢，会有它初级的征兆这个我们又回复那句话嘛，见微知著，我们讲好几次看到这个微小的现象、微小的征兆知著，就要知道它后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智者知人的4个条件之一嘛，见微知著嘛，这个也可以用得到我看到这些现象，我就知道不赶快处理的话呢，后面会转成烦恼。它的前兆、它的征兆是什么？是非、困难、挫折、逆境、障碍、抱怨、困扰、忧虑、嫉妒，甚至伤害等等。我们如果无法一一事先把这些克服掉的话呢，情况恶化就变成烦恼。这就好像什么？感冒本来喝大杯水就可以治愈不是大杯做的大杯水是大杯的水就可以治愈了。你没有多喝水，拖到最后呢，并发症产生了支气管炎、气管炎，这个时候要处理就困难多了啦。烦恼跟痛苦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你让这些恶势力在心中招兵买马，而逐渐做大他的势力，一旦他的势力强大起来的时候，你就显得很脆弱的要处理就很难的啦。所以有一句话说，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与心都是空的，本来无一物的空，又怎么可能就惹尘埃呢？如果我们是心空无见则任何事物从心而过，必不留痕迹啦，叫做心上无痕。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心上无痕，不至心中嘛，以前讲过这个，就像什么船过水无痕一样嘛。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要什么？
要解除烦恼，要去学习空的道理，要去了解空的道理啊。体空则无毁我之人呐、心空则无迷我之物了。这句话大家可以慢慢去参。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快乐、不开心，并不是烦恼找上我们呐、而是我们自己什么自寻烦恼。心念的种子是正的，处处开莲花了；心念的种子是邪的，则烦恼如影随形了，跟别人无关，是跟你自己有关，尤其跟你自己的心有关。就修炼要转念的功夫，要修这个练这个转念的功夫啊，就是要学习什么？将烦恼正向转化，至少加快化解的速度，不能把它消除，但是至少呢，速度加快一点。未来烦恼本来烦恼一整年的，缩短成1个月；本来烦恼痛苦是1个月的，缩短成1天。啊，本来1天的缩短成1小时，本来1小时的缩短成1分钟。啊，本来要烦恼1分钟的，随起随灭，不自心中。刚刚讲的，随起随灭，这就是什么？对境不起心啊。对这样的境界呢，我们没有起心动念，不被它影响。啊，对境不起心了。既然不起心，那当然就不惹尘埃了嘛。刚刚讲的嘛，所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啊，对这个烦恼跟痛苦的处理也是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啊，好，第5题，为什么上人都是劝大家要多用心呢？而不是说多用脑？人的思考不是都透过大脑吗？心怎么会思考呢？这句话也问得很好。对，大家都知道，正言上人常常开示的时候，爱多用心嘛，啊，要多用心，多用心，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都不讲多用脑呢？这个人问出来了，有人问了，问得很好。那这一题我讲慢一点，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哦，因为里面讲的很多跟佛法有关，讲慢一点，但是大家听得懂。我用很口语化的方式，哦。虽然呢，人的思考呢是透过大脑，但能够让大脑思考的动力呢，还是要经过起心跟动念的作用。先起心跟动念了，大脑才会开始思考。而起心跟动念呢，也有它的缘起。这个缘起叫做性，反观自性，人性本善的性。我们凡夫叫它心，圣者呢称为性。凡夫跟圣人的看法不一样，凡夫叫这个是心，圣者叫它为性。性为什么？因为性是升起心的根本啊。你要升起这个心之前要有性，性是根本的，心要起来，心才会起心呢。所以性是升起心的能量啊。心要起心动念呢，这个性是它的能量，没有这个性的话呢，没办法起心动念啊。所以先有性才会生心，没有性则对境就生不起心来了。这句话，先有性才会有心，没有性就对境生不起心来了。所以是因为性生起来才派上用场的。心啊，心是这样子的。你说多用心啊，多用心，心要用心，这个心是因为什么？性先生起来，这个心才能派上用场，才能多用心的意思的。简单讲，它的顺序就是这样子。它的顺序是如此，什么顺序？先有性才会生心，一旦心念升起了，大脑开始思考。它的顺序是这样子的。先有性才会升起心，心升起来了，才会用大脑去思考事情。这个顺序是这样子的。这样讲就很清楚了啊。所以呢，脑是功用，脑是用就是功用，因为思考是功能嘛。心是体，离体，本质的意思啦。所以脑是功用
心是离体啊，这就是脑跟心的互动关系了啊。同理，要形容心跟性的关系的时候呢，变成什么？心变成功用了。刚刚不是心不是啊？刚刚不是讲那个吗？心是离体嘛，现在变成心是功用了啊。心跟脑是功用啊，心是离体啊。如果以心跟性来做互动关系的时候，性变成功用了啊，性呢变成体了，变成离体了。这样讲大家可能不是很容易懂，但是我举个例子，一听就懂。灯嘛，灯泡或者灯具，对，会不会亮？只有灯泡跟灯具它不会亮啊，需要有什么？需要有电流嘛，要通电嘛，对。灯泡或灯具啊，灯泡只是灯具啊，灯具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嘛，是一种功能、一种功用，是有形的。电流是离体，它的本质是无形的，所以没有电，这只有灯泡或灯具，它也是不能起作用，它也是不会亮啊，它只是一个灯具、灯泡而已，不会亮。同理啊，用这个道理去同理思考，慈济宗门是有形的，有为法，做活动啊、救灾啊、访视啊、祭品，那些都是属于宗门的有形的啊。有生有灭的啊，所以慈济宗门是有形的有为法，净施法脉是无形的无为法。宗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灯具、灯泡在那里，法脉就是电流啊。你要让这个灯泡亮，电流要通；你要这个宗门做得很殊胜，里面不能没有法脉。法脉就是它的命脉是一样的了。好，你说好哪一个重要？都重要。怎么重要？唇齿相依啊，骨肉相连啊。所以大脑会思考起作用，那是透过心性的启动。心性没有启动的话呢，有大脑也是无法思考。举例讲，大家一听就懂。人往生了啊，大脑还在不在？还在，大脑还在里面啊，但是不能思考了啊，对不对？死掉就不能想事情了，为什么？心性不再起作用，他的心跟性不再起作用了。好啊，人往生了啊，眼睛还不在不在？还在啊，眼睛还在这里啊，但是不能看啊，眼睛闭起来，张开，你把它张开，它也是不能看啊，为什么？心性也不再起作用了。所以这样子讲，然后为什么讲明心见性呢？啊，见人就见性啊，见事就见性啊，见物就见性啊，就好像什么大圆的镜子一样啊，无所不照，无所不见，而且还照而不照，见而不见，这就是入实质，见实相。这个时候，你如果有这样的体悟的时候，就已经入实质，见实相了。以前讲过嘛，实质跟全智嘛，一个是菩萨道，一个是菩萨界的智慧，一个是声闻道的智慧啊，一个是真实法的智慧，一个是方便法的智慧啊。入实质，进入到这个真实的智慧里面去，清净的智慧里面去，见实相，你就会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什么样真相。因为你看到门道，别人看到是热闹。那这个非有大圆净智不可啊！我们不是有个佛法讲大圆净智吗？这些都是平凡浅淡的智，但是蕴藏的深奥的道理。不过大家只要了解我刚刚讲的举的几个例子呢，你去记这个例子就好，例子先清楚，先懂，然后再用简单的这个例子去印证艰深的佛法。再去记那个几个经文，这样就比较容易记得起来了。先从浅进入到深，从方便到真实，这个是循序渐进的啊。开权显实就是这个意思了，开权显实啊。好，第6题，担心跟烦恼有何不同？哇，这个常常讲的
这个字我们都很清楚啊，担心啊，烦恼啊，但是有什么不同啊？担心是烦恼的前兆，烦恼是担心的结果。担心比较短暂，烦恼比较长久。担心是事过境迁就没有了，烦恼是生生世世不间断。烦恼的前兆不只是担心而已啦。刚刚前面有提过嘛，对，这烦恼要实现之前有一些初级的征兆啊，你要懂得这个就是烦恼要来临前的那个现象啊，你要先去对治它。我刚刚讲了不是吗？是非、困难、挫折、逆境、障碍、抱怨、困境、嫉妒、迷惑、伤害，不是讲吗？而五毒的贪嗔痴慢疑呢，更是众生烦恼的主因。这几个更是烦恼的主因啊。这些苦因如果没有事先去对治消除它的话呢，或苦源无法预先去把它找出来，病因把它找出来，再用良药去解决它，再用智慧去化解它，长期累积或情况恶化，就形成烦恼了。这个时候就比较难处理的了。凡夫害怕烦恼，也经常被烦恼围困，圣者却把烦恼当作道业增长的逆增上缘呢，所以才有烦恼及菩提之说嘛。其实啊，适当的忧虑没有什么不好，它可以让一个人进取，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所以有一些事情还是要提前去思虑啊，甚至是忧虑，事先忧虑啊，先做最坏的打算，但是做最好的准备，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过度的忧虑就不好，它会使一个人变成很消极、很颓丧。解脱烦恼也是学佛的目标之一啊！一旦把烦恼化解了，那就是心智的超越跟突破。所以佛家才说，烦恼就是成佛的种子啊，烦恼也是道场啊，烦恼更是修行的资粮啊。所以尽量不要让担心恶化成为烦恼，而即使烦恼来了，刚刚前面讲过，中了第一支箭之后，不要再中第二支箭啊。虽然中了第一支箭会很辛苦，但是还是要提起正念，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这中间佛法智慧就是在扮演去无存清的转化的角色。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了哈。好，第7题，精神与物质的追求，怎样才算满足？物质生活不要比上不足了，因为比不完呐。精神生活就要比上不足，因为学不完。知足的人呢，都是想到什么？贫穷人家的苦啦，叫做见苦知福，不是这个吗？那这叫做比下有余的。那不知足的人呢，想到什么？这是富有人家的乐。为什么人家这么有钱，我们都没有钱？这个叫做比上不足的。所以两种较不能信的，一个是比较，一个是计较嘛。真正比的话也可以，那就是物质往下比，精神往上比一个降低，一个提升就对了快乐或满足与否呢，不是你拥有多少或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思想跟观念的息息相关所以心念的转化很重要。人如果欲望太多呢，就会丧失知足的空间这样生活也会失去快乐生活中如果要减轻负担，就是生活要尽量过得简单。生活简单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有许多东西其实不是我们需要的，甚至不必去拥有它。精神丰富的人必定是物质生活简单的人，因为简单才会美。太重物质享受的人，就比较难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了。这个好像飞机的翅膀一样嘛，一边起来，一边一定是往下的对，不可能两个同时往上或同时往下，不可能你选择一边就会这边提升，这边就下沉了嘛所以我们讲，我们意思不是说物质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但不必去刻意追求，简单就好，够用就好。物质享受呢，尽量减低，精神跟心灵自然就提升
因为知足就常乐了，知足就什么最大富了嘛，知足就天地观了嘛，不是讲安贫乐道也是这个意思吗？这已经不是感觉满足而已了，而是感恩的境界了啦，心存感恩啊，感恩知足，善解包容。好，第8题，虽然做志工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但是总感觉自己智慧没有增长，该怎么办呢？这个上人曾经开示说，志工做久了，自然就会培养很多的聪明、经验跟能力。但是上人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我担心的是弟子的智慧有没有增长。这句话是上人发人深省的开示啊。意思就是说，已经发心在做志工，但如果你的理念跟方法不正确，做志工就是什么入宗门，但是不知法脉，那不知法脉就是什么理念跟方法不正确了，智慧不足了，这样也可能会造成什么事倍功半了，不会有好的成果了。而理念跟方法要正确的话，除了做还要学，不是只有做志工，你还要学不是只有去做宗门，你还要什么？还要知法脉，叫做什么？做中学，学中做。大概所有的慈济志工都知道这句话了做就是什么？入人群。你要去广结众生、利益众生，就叫入人群嘛。做就是入人群，入宗门。学呢，就是入经藏，知法脉。一个是悲门，一个是智门，两个双轨并行，叫做悲智二门，福慧双修了。你看这个道理非常的透彻。这个道理懂了，就知道不能只是在做志工，而是要做一个有爱心又有智慧的志工聪明、经验、能力是随着时间累积自然就会有的，但是智慧就要在人群中了。经过一番的磨练跟考验，加上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光才会显现出来了所以不能只是一直在动而静不下来，这样心灵没有独处跟沉淀的空间，会造成身忙心也忙，失去方向，失去重点，而空忙一场就好像什么渔船去出海捕鱼渔网撒出去了，但却不收网，这样再多的鱼进渔网也没有用，空忙一场，虚度一生白忙一场所以身体很精进在做志工是好事情，但如果心灵不清净而走入偏门，很爱做又很爱埋怨这样也会功亏一篑也就是努力跑错方向。所以即使很发心很精进，但心中却没有入法，这样也是很难成就了再怎么忙呢，每天都要有时间打扫自己心灵的殿堂，也都要有独处跟沉淀的时间。这以前我们有提醒过了，大家互相共勉这样才能让我们心灵有更多的成长的空间这就是动中修静，静即思动的功夫了，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做中学，学中做的道理嘛。其实孔子讲一句话跟这个也是一样道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是一样的道理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忙着做事情做志工也是嘛，但是不懂得去升观，去静思，一直做都不用头脑去想那会茫然无效，枉就是茫然无效了。思而不学则殆，很会空思妄想但是不去付诸行动那也会什么茫无头绪了总而言之呢，不要以为说只是做志工就会有智慧，还要有法入心才会有所得了好，第9题，在充满人我是非的人群中，如何安住自己的心念？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回答了好几次但是每一次解释的内容都不一样问的题目是一样，但是答案都不一样刚刚讲嘛，每次
每次的答案都是不同的，但是还是可以学习不同的角度去阐释同一个问题啊。文词虽异啊，其义相通啊。解释的这个文词啊，文字虽然不一样，相异啊，意就不同了啊。文词虽异啊，它意义是一样的，都还可以让我们学习啊。虽然呢，在这个人群中呢，人群中都是凡夫啊，难免有人事问题或是非或是是非非啊。这是人群中无法避免的事情啊。莲花就是选择污泥而来生长嘛，所以开出清净的花朵嘛。莲花如果选择远离污泥，那莲花就无法生长了。同理，佛法如果离开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很难存在了。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之上，佛法也没什么好修的。你要修什么？人生这么顺遂，你怎么修？很难修啊。有苦你才会修啊，无常你才会懂得去修嘛。有烦恼你才会想到要去解脱嘛，才会想要来修行嘛，一样的道理的。所以痛苦是老师，病苦是老师，无常是老师，是是非非也是老师，新冠病毒更是我们的老师。它不只是来教育我们，是来教训我们的。我们都会讲面对我们都会讲面对顺境要有无常观，对面对困境要有因缘观，一定有它的原因的。但是还有一句话呢，大家都不一定记得起来了，叫做什么？面对是非时要有清净观呐。碰到是是非非的人事境界，不会起心动念，不但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呢，进得去也出得来，才不会卡在里面，越钻越深，不见天日，钻牛角尖的，自己辛苦不但不会这样子，反过来还要怎么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这样才是把方法变妙法。古人说了，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他告诉我们是非善恶都是一种镜像，能够懂得取舍镜像，也就是有益心灵的，我们就把它牢记心头；无益心灵的，就把它放诸水流。这也是镜像取舍的智慧啊！这个境界跟这个相也是属于境界的意思啦。怎么样取，怎么样舍？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外若着相，身外；外若着相，内心就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心在里面呢，身在外面呢，也可以讲身呢。身体的身如果去接触这个境界身着相了，心就开始乱了。身如果离这个相不跟你沾染那心就不会乱了。所以身心两个互动，所以心中的定境越深呢，远离是非跟纷乱的能力就越强。以前讲过这个，心离境就是禅了，心不乱就是定了，做得到就是禅定，做不到也是禅呢，但是不是禅定的禅呢，是纠缠的缠呢，叫做在禅菩萨。不只是是非顺逆境界也是一样，只要能够对境不起心，刚刚不是讲嘛，对境不起心吗？即使有起心，也是升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呐，不会执着在那里的，叫做随起随灭的。这个也是要什么？要有忍的功夫啊，忍一时啊，不让他脾气爆发出来，这叫莫忍则安。所以面对是非，能起清净观，能保持不随之起舞，这种如不动不是像一颗大石头一样没有感觉没有反应，而是莫忍则安呢。大石头在那边呢，屹立不摇，很稳，莫忍则安也好像什么不倒翁一样莫忍则安。你怎么推他，怎么打他，你怎么打过去，他从这边打过来，你走了他就起来了，他随时可以调试自己的，这个叫莫忍则安，是柔软中的蕴藏的力量，叫做软实力的。说的头头是道，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对不对？所以才说要挥剑一次就要先磨剑10年心地功夫要练也是一样要日积月累大家都要开始每天都要每天学一点，每天学一点，日积月累也会积沙成塔。好，最后一题第10题，
因为过于投入志工工作，有时候我会感觉平日只是一直在忙着做志工，没有机会去沉淀，长久下来了，开始觉得心有点累了，这是为何啊？心累就麻烦了累有分身累跟心累，身累靠休息，身体累靠休息，心累靠佛法。人不怕忙只怕烦一旦心烦心累即使不做事，躺在那边休息也是很累所以心是关键因素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佣人的意思了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心境如果不被环境左右，这样就是主人掌控仆人心境如果被环境牵绊了，这样就是仆人掌控主人哪有仆人在掌控主人的？都是主人在指挥仆人的嘛，对不对？这样想就知道了嘛。同理，心灵是主人，心灵是主人，身体是仆人。如果这个仆人就是这个身体是年轻朝气又精力充沛，但他却有一个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的主人，就是心灵这样呢，也是无法完成令人满意的工作主人就是心灵必须有能力跟智慧去指挥这个仆人的身体，即使身体软弱、无精打采，或年纪老了没有体力了，只要这个心灵还有魄力又有睿智的话呢，这整个家庭还是会井然有序的。看起来好像体弱多病，但是身病心不病，精神还是十分敏锐的。上人就是如此，对这是用主仆的关系呢，来譬喻心灵跟身体，以及心境跟环境彼此的关系的这样讲的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了忙也是一样要看是身忙还是心忙如果身忙心也忙，则可能忙中有错，造成空忙一场；如果身忙心不忙，则事烦心闲，忙而不乱。事烦心闲的烦不是烦恼的烦，是繁重的烦事情很多，但是心很悠闲一件事情只要我们做得很欢喜，就比较不会有烦恼。即使会累，休息一下或睡过一晚，隔天依然是什么？力量全涌相反的，如果做得不欢喜或起烦恼，即使勉强做，也会力不从心参与任何志工活动都是属于什么？慈济宗门的领域嘛。刚刚讲嘛，志工活动都是属于慈济宗门的领域。但刚刚有讲过，不能只入宗门而不知法脉，因为知法脉才能理解如何用正确的理念跟智慧去投入宗门，就是菩萨道忙着做志工，代表身体很精进，感觉心很累，就意味着什么？心念已走入偏门了。心累做起事来就不会有喜悦，心中不喜悦，代表自己的心不清净，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入人群做志工还不够，还需入经藏长智慧，这样才是行宗门方便法。行宗门方便法，入法脉真实法，两者双轨并行，叫做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这才是什么？福慧双修的一圣真实法。好，我们今天大哉问第8集讲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再见。